男人准备去上班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结束的电脑游戏又运行起来。NPC 拿着大砍刀在酒店大肆屠杀，而在现实的一家酒店里也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这就是2024年俄国最强戒网瘾电影《一条命》震撼来袭。伊戈尔是个游戏的狂热爱好者，在他生日当天，海报上的游戏人物双眼竟然发射出一道红光。起初伊戈尔并没有在意，女友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猎枪。伊戈尔非常满意，顺手将一颗子弹吹进兜里。一心只讲游戏的他，对于女友的态度却非常敷衍。所有的人准备用不太新鲜的面包和牛奶当做早餐，女友天天想要敲打伊戈尔，劝他不要整日沉迷游戏。伊戈尔刚想反驳，却被门铃声打断。他打开门后，迎来了游戏公司最近研发的游戏，这是他借朋友的钱才抢到了体验服。正版游戏还未发售，这对于一个游戏迷而言简直是致命诱惑。伊戈尔连忙准备打开电脑试玩，因此彻底忽略了女友的感受，就连对他准备好的早饭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此时伊戈尔只觉得女友斤斤计较，影响到自己的游戏体验，女友彻底被气到了，他直接离开了加州。然而不一会儿，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伊戈尔有事准备出门一趟，本来关闭的电脑竟然再次重启了游戏。伊戈尔换好衣服后，他察觉到自动黄裤子的 NPC 自动在一家酒店内直接展开了大屠杀。伊戈尔对于游戏自动启动一事感到非常的疑惑，接着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一家酒店门口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并给他发去了现场视频。伊戈尔来到电脑前，他发现视频中的惨状竟然和游戏中如出一辙，这难道是巧合吗？正当伊戈尔疑惑之际，游戏里待机的 NPC 对着他抬起手打招呼。随着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起恶劣的凶杀案时，伊戈尔得知了目击者描述凶手的外貌特征时，忍不住汗流浃背。凶手作案时穿着黄色裤子，手里挥舞着一把砍刀，并且整个人包裹得很严实。伊戈尔更加确定这场酒店大屠杀很有可能是游戏 NPC 干的，但他告知朋友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反驳。朋友甚至觉得伊戈尔玩游戏玩到了走火入魔，竟然却被两人的谈话内容吸引。伊戈尔见有警察追了自己后，照着游戏中的 NPC 描述起了凶手特征，甚至想要证明游戏里发生的屠杀照进了现实之中。朋友强调了伊戈尔疯了，却被警察认为有嫌疑，直接将朋友带到局子喝茶。看到朋友因自己遭到警察怀疑，伊戈尔不知所措起来，却没注意到游戏界面切换的场景。而现实中，警车正在匀速前进时，一群反动分子竟然开着皮卡追了上来。朋友看到了后面的皮卡车后，却不料下一秒反动分子正在开始撞击警车。伊戈尔此时也发现游戏内的一辆皮卡车正在追逐前面的警车，最终反动分子成功逼停警车，他们迅速的将人劫走了。与此同时，现实中也出现了对应的剧情。伊戈尔想要阻止，却发现甭管自己按什么都影响不了游戏内容。所有画面切换到了地下室的场景中，朋友被带到了此处后，伊戈尔竟然收到了系统消息，系统指控他不遵守游戏发行的规则，将游戏内容泄露给了身边人，于是决定惩罚他。朋友被固定在一个椅子上，肢体被钢筋贯穿，等待着伊戈尔的救援。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打倒对面的 BOSS， 如果失败，朋友的全身将会被钉子贯穿。此时伊戈尔重新掌控了游戏人物，他想要退出游戏，可他按什么键子都不管用。接着 BOSS 发起进攻，伊戈尔控制的人物硬生生的挨了一下，而朋友的机关也随着转动起来。伊戈尔只能硬着头皮战斗，随着血条快速的减少，椅子上的钢钉开始纷纷插进朋友的身体里。最终游戏人物残血的状态下，怪物还有大多半血条。伊戈尔因为对这个游戏不太熟悉，从而输给了 BOSS， 朋友的生命也因此走向了尽头。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伊戈尔连忙打了报警电话，当他将游戏中发生的事情联想到现实中时，却被警察当成了疯子，甚至怀疑报假警。无奈之下，伊戈尔挂断电话。这时游戏界面切换到了宴会上，伊戈尔立刻想到父母正在为3周年设宴庆祝。伊戈尔吓坏了，连忙给父亲打电话，想要提醒他接下来会发生流血事件。可尽管如此，父亲也不相信这个不靠谱的儿子，他不愿打断这个庆祝的宴会。然而在父亲出门时， NPC 竟然找上了他。那辆曾经劫走朋友的皮卡车也在赶来的途中，眼看着危险来临，伊戈尔也清楚没有警察相信自己的话，于是他准备前往宴会时，却发现自己被反锁在家中。伊戈尔绕任命的打电话求助通讯列表，最终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在这期间，游戏中的人物开始自己行动，皮卡车也来到了父母庆祝的饭店。随着游戏中的倒计时结束，伊戈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游戏人物绑架到了曾经关押朋友的地下室。这次游戏人物竟然将伊戈尔的父母状况实时播放给了他，还趁机谴责了伊戈尔是一个社会败类，从来不顾及朋友的感受，甚至以自己上学为由哄骗父母给生活费。实际上伊戈尔已经辍学在家，挥霍了自己的学费。游戏人物准备给伊戈尔一次机会，假设他父母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2个小时，然而伊戈尔却只能救一个人，只要他按中电脑面前的按钮，就可以救下父母中的任意一人。两个的父母都被绳子吊着，脚架则是用来垫脚的头。等待的选择键开启后，伊戈尔无法保持冷静，他试图来回切换按键，延长父母的生命。突然伊戈尔心态崩了，他彻底放弃了救援动作。等待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伊戈尔再次打开电脑，发现父母此时只能下了一个脚尖，触碰着垫脚的木头，
机器还在不断的运行着。很快父母的双脚开始悬空，伊戈尔痛苦的准备做出选择时，控制键竟然直接脱落，最终他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双双被吊死。本来伊戈尔是有机会救这一个的，正当他懊恼不已时，游戏人物竟然盯上了伊戈尔的女友。随着伊戈尔发现电脑游戏中开始实时播放女友的一举一动，游戏人物也在附近，伊戈尔连忙给女友打电话，催促他离开公司。女友只觉得伊戈尔玩游戏玩出了被害妄想症了，但还是听从他的话下了楼。伊戈尔却发现门口已经有人蹲守，就连出租车司机都是游戏人物。接着女友坐上门口的出租车，他连忙让女友下车，女友只觉得很无语。伊戈尔也不废话，直接跑上了天台，以性命逼迫了女友下车。女友见状只能听从了伊戈尔的话。女友一下车，出租车司机竟然也跟了过来。女友也彻底相信了伊戈尔的话，即便穿着恨天高，也在大街上狂奔起来。女友快速的跑到了男友家的楼下，伊戈尔见状激动的差点滑落，好在他抓住了一组水管，竟然到了女友前来救援。伊戈尔被救下后，便和女友躲进了家中。门铃突然响起，伊戈尔警惕的看见门外，发现是保安听闻伊戈尔遭遇的恐怖事件，并准备前来查看。然而当伊戈尔放动警惕的打开门后，却被闯进来的几个壮汉制住。伊戈尔被控制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友被绑在了餐桌上。随着这些劫匪将电脑给了伊戈尔，要求他与现场的劫匪进行游戏比拼，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分数最多的一方胜利。如果伊戈尔没有胜出，就会被劫匪认为根本不在乎女友的死活。结果不言而喻，伊戈尔的游戏却突然暂停，系统要求他坦白买了女友做过的龌龊事儿。伊戈尔也不敢继续隐瞒，曾在几个月前，女友的领导曾经单独约见了伊戈尔。原来领导得知了她怀孕的消息，女友是公司的高管，如果她休假的话，会影响公司项目的进度。于是领导为了避免损失，索性给了伊戈尔一笔钱，拜托他阻止女友生下孩子。然而女友本人很期待孩子的降生，正面谈判根本说不动。于是伊戈尔动起了歪点子，他在女友每天喝水的杯子中放了一些堕胎药，久而久之，女友腹中的胎儿自然就保不住了。女友领导给的房屋酬金支撑了伊戈尔每天待在出租屋中打游戏以及日常的开销。女友听到这个扎心的真相后，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她没想到枕边人竟然如此见钱眼开。一直以来，女友因为爱情从未向伊戈尔索要过任何礼物，是拿来花钱养的，最后换来的只有算计。伊戈尔此时悔不当初，为了保住女友的性命，他对此次游戏非常上心，并努力拿下了最高分，最终却以第2名遗憾收场。伊戈尔在这睁开眼后，发现自己被关进了地下牢房中。随后他在男人的命令下来到了另一间屋子。伊戈尔发现这里和游戏中的场景一模一样，游戏 NPC 此时站在不远处，他拿着本子一直在记录着什么。伊戈尔不明所以的转身望去，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以为惨遭 NPC 杀害的人现在整整齐齐的站在自己面前。伊戈尔有些看不懂游戏策划的用意，很快就有人为自己解惑了。原来从女友公司的领导找上伊戈尔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被迫卷入一场考验之中。父母一直对儿子的自甘堕落有很大的意见，于是他们配合着伊戈尔的女友展开了一系列的考验，就连女友怀孕也是假的，只是为了让伊戈尔意识到自己的良心，然后开始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假的，就连女友送的枪中也没有了子弹。可是他们忘了伊戈尔曾经无意间放进口袋中的一颗。正当老头对着伊戈尔喋喋不休，劝着他改邪归正时，伊戈尔却举起了枪，任凭身边的人如何劝说，他还得选择将枪口对准了自己。一声枪响后，穿着黄裤子的人从地下室走出，露脸的却是伊戈尔的脸。电影到此结束。